所有人都在调侃影视新规让艺人痛失艺名，只有宋祖儿开心地说出：“大家好，我是孙凡清。”原来孙凡清这个艺名是被迫改的。2007年，9岁的孙凡清因为在《宝莲灯前传》里演古灵精怪的小哪吒一跃爆红，资本像闻见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了上来。经纪人拿着一纸长达15年的天价卖身契，哄骗着他签了字。这纸合约到底有多离谱？不仅他拍戏赚来的片酬被公司全部扣留，每个月只给一点微薄的生活费，甚至只是因为经纪人的老婆姓宋，就直接把孙凡清改名为宋祖儿。一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，从此成了别人手里明码标价，连姓氏都可以随时抹除的商品。不仅剥夺名字，经纪人还亲手折断了她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后的退路——读书。为了把她绑在剧组里这棵摇钱树上，经纪人用虚假的身份信息给她办理国内入学，结果直接导致随机系统彻底混乱。孙凡清在出生刀的紧要关头，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合法学习，连踏进考场的资格都被剥夺了。一个语文考全班第1、拼命想读书的孩子，路被彻底堵死了。同龄人在备战中考，15岁的孙凡清只能选择自费出国留学。黑心的经纪公司不给1分钱，留学中介张口就要10万。妈妈含着泪咬牙卖掉了一套房子，为了不给家里添负担，15岁的她没有选择找中介，中介费10万。我记得我那会儿淘宝上花了40块钱买了一个 Skype， 之后每天白天睡觉，晚上半夜起来就给美国的学校一个一个打电话，最后自己把自己生出国了。但大洋彼岸等待他的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留学生活，而是如同难民般的寄宿炼狱。为了省钱，他住进了当地一个寄宿家庭，他像个免费保姆一样，主人出门上班，他就在家给雇主的孩子冲奶粉、换尿布。有一天放学回家，他彻底崩溃了。寄宿家庭直接把他的床扔进了地下室，四周是潮湿发霉的水泥墙，窗户只是墙上凿出来的一个破洞。楼上的厕所还总漏水，床的左边摆着一个散发着恶臭的猫砂盆，后面堆满了杂物，但他却并没有消沉堕落，在地下室里自己去便利店买了点便宜的小彩带，贴在漏水的水泥墙上，一边哭一边自己给自己打气。咬着牙回国后，他下定决心要撕掉资本的狗皮膏药，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。所有人都嘲笑他自不量力，剧组连轴转的行程怎么可能考得上？但孙凡清像个疯子一样开始刷题，在凌晨的红眼航班上，在嘈杂的剧组候场区，在剧组放饭的间隙，他永远都是低着头，死死盯着卷子。最终放榜那天，他用恐怖的实力狠狠扇了所有看笑话的人一耳光。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全国第3名。成年后羽翼丰满的孙凡清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向经纪人提出解约。吸血惯了的资本哪肯放过这块嘴边的肥肉？前经纪人直接把他告上法庭，张口就是700万的天价违约金。但法院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一次次无情驳回了经纪公司荒唐的诉求。眼看官司打不赢，这帮人彻底急眼了，直接使出了娱乐圈最狠的杀招——造谣毁人。他们四处散播谣言，实名举报他存在高达4500万的偷税漏税问题。消息一出，整个内娱瞬间炸锅，5大卫视连夜撤下他所有的宣传物料，10几个代言品牌火速宣布解约，整整4部被视作爆款的 S 级待播剧直接被雪藏封杀，全网都在疯狂辱骂这个法制咖。可是后来官方调查结果狠狠打了所有黑子的脸，所谓的税务问题全都是发生在他还没解约，由经纪公司全权操盘财务的时期。最让人恶心的是，前经纪人趁他被全网网暴，配合调查分身乏术的时候，单方面对外宣布已经解约，把所有的黑锅和责任全扣在了一个小姑娘头上。最后，孙凡清咬着牙补缴了271万的税款和滞纳金，背下了这口天大的黑锅。但代价是惨烈的，他失去了整整2年的黄金发展期，在一个更新换代比翻书还快的内娱，一个上升期小花消失2年，基本等于被判了死刑。全世界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，等着看这颗曾经最闪耀的童星彻底陨落。可偏偏她就是内娱最命的大女主。2025年被羁押的无忧渡，在没有任何宣发，甚至连官方海报都没敢发的情况下，悄悄空降落播。结果靠着观众的口口相传和他扛把的演技，这部剧热度疯狂飙升，站内热度直接突破9000，狂砍18亿播放量。随后折腰上线，更是势头凶猛，开播首日直接登顶热度总榜，成为了当年最大的黑马爆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名利场的明枪暗箭再次狠狠砸了过来，网上突然毫无征兆地爆出了一大批他暴瘦成骷髅、面相吓人的恶劣 P 图，紧接着几10个黑热搜空降霸榜，嘲讽他状态崩溃，人已经废了。可资本不愿意承认的真相是什么？2025年他刚复出时，有人嘲笑他发胖，他就直接一头扎进健身房，疯狂减脂塑形。到了2026年，为了贴合新戏角色的病恶破碎感，他又把自己饿到了脱相。面对全网铺天盖地的容貌羞辱，他却反过来去安抚粉丝：别担心，我已经开始慢慢调理了。在出道21年的第一次杀青粉丝见面会上，当听到台下粉丝红着眼眶大喊欢迎回来时，他终于在台上泣不成声。非常感谢你们一直愿意相信我。这从来不是什么玛丽苏剧本，这是一个女孩被资本生吞活剥后，满身是血的爬出地狱，把那些吃人的怪物踩在脚下的复仇爽文。名字这东西叫什么根本不重要，能在泥潭里挺直脊梁，用作品狠狠撕烂资本的嘴脸，这样的人生才配叫一句凡事皆清。